你觉得这首键盘作品有可能用一把吉他完整弹出来吗？听起来不太可能，对吧？但还真的有人把它编出来了。他就是有在弹古典吉他的人一定都会听过的 David Russell。在 YouTube 上，这个影片的画质虽然只有相当悲剧的 240p， 音质也不好，但依然造成相当大的震撼。当年我也是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而且每次看，我妈都会问我为什么要跪着看别人弹吉他。但你知道这首曲子在韩德尔的键盘作品中有着很特别的编排用意吗？你听过他的键盘原作以及其他相当有名的改编版本吗？这次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帕萨加利亚。帕萨加利亚是意大利语，又作巴萨加尤、巴萨加伊、巴萨加耶。如果你觉得巴萨加利亚很难念的话，那就念 IKEA 就好。巴萨加利亚源自西班牙文中的巴萨及加耶，这两个字分别代表行走及街道，所以巴萨加利亚有走道的意思。巴萨加利亚原本是一种舞曲，约在17世纪时由西班牙传入欧洲，通常具有严肃与节奏简洁的特点。最有趣的地方是，它会根据音乐开头的主题逐渐发展出不同的变奏。像是这首歌一开始的主题长这样，是带有附点节奏的高音主旋律。但接下来低音却抢走了风采，而高音也不甘示弱的以更加舒缓的附点节奏继续歌唱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到了下一段变奏，除去附点节奏的高音，竟然也可以变得这么温柔而富有歌唱性。你也许会问说，有可能出现变化更大的变奏吗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，像是后面有3连音的变奏，快速音阶的变奏，让人按到手快打结的变奏，这些变奏都是根据一开始的主题改变而来的。但你永远不知道作曲家到底刻了什么，会在下一段写出什么有趣的变奏，这也是帕萨加利亚非常吸引人的地方。但有一件事情很奇怪，那就是韩德尔对这首帕萨加利亚可以说是特别的用心良苦、情有独钟，因为他竟然做了这件事情。这首帕萨加利亚出自韩德尔的第7号G小调键盘组曲。在之前这部介绍996的影片中，我们曾经提过巴洛克时期组曲的核心架构为阿拉曼、库朗、萨拉邦德与吉格，其中吉格具有速度快与节奏复杂的特色，很常被用来放在结尾，为整套组曲画下华丽辉煌的句点。韩德尔这首第7号G小调键盘组曲也出现了吉格，所以吉格理所当然的是这套组曲中的最后一首了，对吧？错。如果你这么想的话，韩德尔一定会露出得意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，因为真正的终曲竟然就是帕萨加利亚。这个做法在韩德尔写过的键盘组曲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，仅此一例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所以我说那个华丽辉煌的吉格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首帕萨加利亚比吉格还要华丽辉煌啊。韩德尔先让音乐从和缓的8分音符开始，接着是3连音，到了中后段开始出现连续不断的16分音符。随着音符的数量变多，音乐的情绪张力也更加高亢。可以发现，韩德尔是相当有计划的不断堆叠音乐的能量，让音乐越来越精彩，并在最后迎来最华丽辉煌的结尾。
在 David Russell 的吉他编曲中，最后一个变奏更是突破音符速度的极限，来到一拍6个音之多。从一拍2个音、3个音、4个音，到最后甚至出现6个音。还好这首曲子的长度不到5分钟，要是它有50分钟这么长的话，我敢打赌它最后一个变奏一定是长这样。这世界上有许多作曲家写了超级多首不同的帕萨加里亚，但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帕萨加里亚，出现的结果几乎都是韩德尔的这首作品。既然它这么受欢迎，一定也有很多不同乐器的改编版本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影片的开头，我们已经听过大键琴的版本，现在让我们听听看 Andriy Gavrilov 弹奏的钢琴版本。他的诠释干脆明快而极富热情，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在旁边帮他翻谱的人，居然是传奇钢琴大师李希特本人。如果李希特在我弹琴的时候帮我翻谱，我一定会问问看他要不要学吉他。听个音乐还能发现野生的李希特，而且他还在翻谱，真的让人相当惊喜啊！说到钢琴，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流传相当广的改编版本。不同于原版的富丽堂皇，它只截取了原作中第41到44小节的这段变奏进行改编，是一首弹奏难度不高的抒情小品。会弹钢琴的朋友可以试着弹弹看哦。最后一定要提一下这个由挪威作曲家 Johan Halvorsen 改编给小提琴与中提琴或大提琴的2重奏版本。影片中的演出者为帕尔曼与祖克曼。Halvorsen 根据弦乐器特性做了很多改编，呈现出与原作极为不同的样貌，但精彩程度却完全不输原作，是喜欢这首帕萨加利亚的朋友不可错过的必听佳作。我把以上所有的影片连结都放在这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，想听完整版本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哦。你最喜欢哪一位演奏家的诠释呢？音乐中的哪一段最让你感动？欢迎留言一起分享。现在让我们完整来听一次吉他弹奏的帕萨加利亚。